滚回去重做。别人穿越各种金手指，我穿书继续当牛马，还是反派女总裁的专属牛马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我的老板许一婉是书里的大反派，下场凄惨。而作为他贴身秘书的我，则被各大公司拉入黑名单，只能去要饭。啊！不行，我得赶在一切发生前辞职跑路。银行卡到账30万元。娘嘞，30万，1个月的工资，给我的。许一婉竟然给一个秘书开这么高的工资，我说他怎么不肯给我的项目投钱？原来是用许氏的钱养你这个小白脸。居然是许一婉的恶毒堂姐。按照剧情，今天她要钱被拒，往许一婉脸上泼硫酸。看什么看？让开！我要见许一婉。许一婉死了，我也得去要饭。什么反派？断我财路的才是反派。我可是集团副总，你敢拦我？你没有预约，就算你是天王老子，我也不会让你打扰徐总。30万月薪啊，上哪再找这么大方的老板？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尊贵的老板。一个秘书竟敢对我动手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开了你？我是徐总的贴身秘书，你没有权利开除我。你，保安，有人携带危险物品，想要伤害徐总，把这个女人插出去。放开！我是集团副总，信不信我把你们都开了？叶副主，要不要先请示徐总？我的意思就是徐总的意思，把他插出去。许一婉父母双亡，只剩叔叔和堂姐2个亲人，念着血缘亲情，纵容他们在集团胡作非为，不然也不会被他们坑害。我亲自来。你在干什么？许一婉，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连你的秘书都敢欺负我，你现在就把叶江开了！你们先下去。你找我什么事？待会儿再收拾你。上次的投资项目还需要2000万，赶紧签字打钱。刚给你批了2000万，又要钱？什么叫又？我爸是集团股东，这项目他也是点了头的，稳赚不赔的买卖，前期投资当然烧钱。屁的项目，分明是许魏柔为了会所和少爷争风吃醋，打赌输了2000万。许一婉，你不会是怕我能力超过你，故意不想给钱吧？别忘了，当年是我爸在你最无助的时候接你回家。那好吧，你去财务部。徐总，这是您让我调查的流水账单，公司这半年来给许副总打的钱，都流向了一家男模会所。整整1个亿！许魏柔，你根本没有做任何项目，我给你的钱，你养了18个男模。公司每年挣那么多钱，我花点怎么了？我爸救了你，你就给我们点股份，打发叫花子呢？哼，这2000万我不要了，给我1个亿，心肝还等着我给他买豪宅呢。你赶紧签字给钱，不然我就告诉媒体，许氏总裁连钱都舍不得给救命恩人，你就等着许氏股价暴跌吧。为了钱，你连许氏都算计。警官，他蓄意伤人，这是物证。我不给你钱，你就打算用硫酸泼我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吓吓你，快让他们放开我！叶江，把这3年公司给许魏荣的钱款账单整理出来，全部从我叔叔未来的分红里扣付。是。许一婉，我爸可是你救命恩人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表现得这么给力，老板应该会给我加工资吧？我什么时候让你调查许魏柔了？不是吧？都这样了还念着血缘亲情？我在整理公司账目时，发现许魏柔根本没有做项目。调查后发现，她用公司的钱养男模，涉及到公司利益，所以做得好，你很敏锐，这个月工资翻倍。翻倍，60万？怎么，嫌多？不，这是老板对我能力的认可，自然是多多益善。60万，
先买房还是先买车呢？你要辞职？手滑手滑，老板您什么都没看见。你刚刚的表现很好，明天腾飞科技的新项目竞标会，你陪我去，预算20亿，今晚给我竞标方案，务必拿下。剧情转折点来了，就是这20亿，让许氏集团资金流断裂，许一婉被逐出公司。你不愿意，我让其他人。不行，这项目不能投。你在质疑我的决策吗？徐总，腾飞科技的项目有问题，真正值得我们投资的是宇信公司的项目。他们的项目在机器人行业找不到任何对标，技术路径没被验证过，失败率极高，基本是在赌。这可是能挣几十亿的项目，你看好的腾飞科技在竞标会结束当天就爆雷。快看新闻！腾飞科技涉嫌非法垄断，已经被查封，许一婉的20亿白花了。不好了，我们公司资金流全部断裂，股东们已经在撤资了。20亿全打水漂。好好一个高冷女总裁被至亲背叛，结果抑郁自杀。他看我的眼神是在可怜我吗？投资宇信公司，理由？直觉，我用我全部财产担保，这个项目会大赚一笔。竞标会由你全权负责，叶江，如果你敢耍我，我会以商业间谍的罪名送你去吃牢饭。这就是追求许一婉被拒，转头和许一婉叔叔设局抢许氏集团的小说男主顾廷浩，等着被我按在地上摩擦吧。徐总，好久不见，这位是叶江。叶先生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是特能公司的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叶总，幸会幸会。不枉我花了10万块置办行头，他们都以为我是商业新贵，有钱就是爽啊！居然连业内知名大佬都给我递名片。林总，你好。狐假虎威，这小子长得还挺帅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许秘书，这衣服应该花了你不少工资吧？别担心，许氏集团一向关怀员工，回去找财务报销吧。这么重要的竞标会，你带个毛手毛脚的秘书来做什么？丢人死了！原来是个秘书，装什么？浪费我时间。秘书怎么了？叶江是我看中的人才，许是重点培养的对象，这声叶总他担得起。许一婉，这种竞标会是他一个秘书能来的吗？你就算再喜欢这个小白脸，也不该让他插手集团业务啊！许小姐，你为了抢男模欠公司的2000万还干净了吗？就来插手集团业务的人。林总，最近您公司账目上应该出了些问题，可以查查您的女婿。我秘密查账的事只有我的心腹知道，一个小小秘书怎么可能？你愿意到我公司来工作吗？我可以给你2倍工资，不，3倍，3倍。抱歉，徐总很优秀，我不会跳槽的。拿下宇星项目，狂挣几百亿的大功劳，到时集团副总说不定都会让我做，谁还给你打工？当着我的面挖人，林总，这可有点过分。回去给你加工资。谢谢老板。许一婉，还有你姓叶的，等着瞧！等竞标会结束，你们都要跪着向我和我爸求饶！原剧情里许魏柔并没有出席竞标会，难道是我改变剧情产生了蝴蝶效应？现在我们要竞拍的项目来自腾飞科技。腾飞科技的项目生产线我去参观过，业内超一流的技术。这次竞标会很多人奔着腾飞项目来的。田浩哥哥，连你都看好的项目，肯定稳赚不赔。爸，咱们可不能错过这个项目。一婉，你不是也对腾飞的项目很感兴趣吗？赶紧出手吧，廷浩可是有备而来。一婉，你不会还要听一个秘书的意见吧？难道温柔说的都是真的？他真是你养的小白脸？叔叔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这么赚钱的项目，徐总自然是要投的。我们有20亿的预算，不知顾总有几分把握？等腾飞出事，许氏资金流断裂，到时公司就是我的了。小说里这俩混蛋给许一婉洗脑，把这项目吹得天花乱坠，最后还恶意抬价，硬生生逼得许一婉花了20亿。这次有我在，让你们裤衩都赔掉。竞拍开始，19亿。我
放弃竞价。你说什么？你们刚刚不是要拍吗？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？19亿可不是小数目，我们为集团利益考虑，弃权有什么不对吗？为什么我一定要拍这个项目？难不成你们动了什么手脚？一婉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是你亲叔叔，错过这么好的项目，我肯定是为你着急呀。你年轻，别被某些人的甜言蜜语哄骗了。这个就不用你们担心了。接下来的竞标项目是宇欣公司。这什么公司？听都没听过，傻子才会投他们。主持人，赶紧跳过吧，下一个。10亿，这个项目我投了。去年刚成立的公司做的项目你也敢投？一婉，你真是疯了，居然放着腾飞不投，听这个小白脸的话，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。说不定是床上功夫了得，哄得他神志不清。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。你靠骗婚60岁富婆上位的事迹，要我给你回忆一遍吗？叶江，你给我走着瞧！叶江，宇欣公司的人今天根本没到场，你真有把握吗？放心吧，雨欣绝对是正确的选择。雨欣的人去哪儿了？小说里明明都在啊，难道真是蝴蝶效应？不是吧，我真的去要饭了！大家快看，宇欣公司刚刚推出了新公告。宇欣科技发布重大突破，核心算法提升3倍，股价盘中暴涨。不可能，那个破公司怎么可能？徐总、叶先生，你们太有眼光了！10亿拿下宇欣，这一波至少翻5倍。赌对了，这下不仅不用要饭，还能升职加薪，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。叶总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好项目，还请叶总带带我。顾总，19亿的大项目，恭喜你！顾总眼光独到，19亿买个教训，确实不亏。一切都完了，腾飞科技被给查封了，顾廷浩的19亿打了水漂。完了，那可是19亿啊！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腾飞会爆雷，故意坑我们？徐副总，您这话可就冤枉人了。腾飞的项目是您和顾总力推的，我们只是觉得风险太大才放弃的呀。叔叔，竞标会前我就说过了，投资要谨慎，是您和顾总非说稳赚不赔的。叶江，你不过是运气好。我顾廷浩亏得起这19亿，就当交个学费。你个小秘书，别得意太早。顾总教训的是，不过下次投资之前，我建议您先查查对方的底牌。走。许建国，主意是你出的，让我竞拍腾飞项目也是你撺掇的。这19亿的损失，你至少要承担1半。顾总，我哪来的钱？那就用你手里许氏的股份来抵。叶江，从今天起，你升任许氏集团副总裁，全面负责宇欣项目，年薪翻3倍。谢老板，老板万岁！许一婉，你疯了！副总的位子是我的，你凭什么给他？许薇柔，你已经被降为普通职员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一婉，我可是你亲叔叔，你为了一个外人，竟然这样对我们！徐总，这是许建国和顾廷浩勾结的证据。他们早在竞标会之前就策划好了，要利用腾飞项目掏空许氏，夺走公司。你竟然想抢走我爸妈留给我的公司！一婉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爸妈临死前说了什么吗？要是把我赶出许氏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。我爸妈到底说了什么？想知道，那就把宇星项目全部交给我和温柔来负责。还有，顾廷浩那笔钱你替我还了，不然你一辈子都别想听到你爸妈的遗言。原剧情里，这老狐狸就是用这个击溃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，让他抑郁自杀。这次有我在，绝不让你的阴谋得逞。婉婉，别走，回来！别怪自己，我们。爸爸，妈妈，我不要走，放开我！好，我答应你。徐总，
既然雨欣项目交给他们，那就尽快签合同吧。不过出了任何问题，责任自负。哼，放心，我许建国办事滴水不漏。徐总放心，雨欣项目马上就要出事了，正好让他们俩顶包。叶江，你怎么知道雨欣项目会出事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徐总，我说我是传输的，你信吗？你不说我也懒得问，反正你每一步都走对了，我就信你。许一婉，从今天起，你给我当秘书，端茶倒水一样都不能少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老板给你端茶倒水？你疯了！哼，雨欣项目现在是我和我爸负责，合同昨天就签了，我爸是第一负责人。你们敢惹我，我就让许氏完蛋！今天召开董事会，股东们一致决定，让许一婉退位，由我接任总裁。董事会已经决定了，许总该让位了。许一婉上任以来，大权独揽，任人唯亲，把公司搞成什么样了？我许建国才是许氏的正统血脉，总裁之位理应我来做。各位股东，你们最近是不是都遇到了点麻烦？王总，您儿子在外地惹了事，被人拍了照片，是许副总找人摆平的，对吧？李总，您老婆的弟弟在公司账上动了手脚，也是许副总帮您压下来的，对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许副总，你用这些把柄拉拢股东，让他们站队，好手段啊！不过，许总才是真正关心公司的人。许副总，不好了！许副总，不好了！雨欣公司出事了，质监局刚发了通告，项目使用的核心材料全部不合格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被责令立即竣工整改。不可能，材料都是正规渠道采购的。叔叔，签字吧，股份转让书全部用于结清供应商货款和质监局罚款。辛苦了，许副总，以后出门用得着这个。叶江、许一婉，是你们陷害我！你们给我等着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叶总，对不起，我是被顾廷浩设计的，他让我用这批劣质材料代替合格材料，说能省下一大笔成本，利润分我30%，还说就算出事，也有许建国顶在前面。我鬼迷心窍。果然跟小说里一模一样，顾廷浩想用劣质材料套取项目资金，让许建国背锅，自己抽身。可惜我提前把坑挖好了。徐总，我们去拜访上次那位林总吧，他手里有个项目，能让顾廷浩彻底翻不了身。叶先生，上次多亏你提醒我查女婿，我才发现公司那个内鬼就是他，不然我整个公司都要被他掏空了。林总客气了，举手之劳。叶先生，你上次说有个项目想跟我合作，尽管说，只要我林某人能做到的，绝不含糊。这个项目太好了，我正愁找不到靠谱的合作伙伴。叶先生，咱们合作定了。顾先生，林总说了不想见你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顾氏集团总裁顾廷浩，我要见林总。林总说了，不管谁来都不见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，你们也是来求林总合作的？雨欣因为欠薪的事，口碑已经崩了，许氏的信誉也快被你们败光了。林总会跟你们合作？做梦吧！顾总，您这么晚还来送礼，看来林总不太欢迎你啊。别嘴硬，你们肯定也是被赶出来的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顾总，被赶出来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林总，您终于出来了。这2个人想蹭您的项目，您千万别被他们骗了。我这边有个更好的方案，您绝对满意。叶先生，刚才说的项目，我全权交给你负责。你是我林某最信任的合作伙伴，
以后谁欺负你，就是跟我林某人过不去。顾总，听到了吗？这是顾廷浩下一步要做的项目，你怎么连他的商业计划都搞得到？徐总，我说了，我知道的事比你想象的多。顾廷浩最近在疯狂融资，想靠这个天穹智能项目翻盘。天穹智能，我听说好几个投资机构都在抢这个项目，估值已经炒到50亿了。这个项目是假的，顾廷浩拿到的技术专利是伪造的，背后是一个空壳公司。他打算用这个项目圈一大笔钱，然后跑路。你怎么知道？小说里顾廷浩就是靠这个项目骗了50亿，最后害得所有投资人血本无归。我有可靠消息，徐总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顾廷浩骗局爆雷之前提前布局，让他血本无归。叶江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像个先知。那你就当我是你的先知吧。天穹智能的项目技术壁垒全球领先，明年就能量产。现在投5000万，3年后回报至少10个亿。顾总，这个项目靠谱吗？我顾廷浩在商界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亏过？上次腾飞只是意外，这次我亲自操盘，稳赚不赔。顾总的人品和能力，我以人格担保。我爸和顾总合作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出过问题。顾廷浩已经融到8亿了，如果我们现在不阻止，等他融到50亿，卷款跑路，整个商圈都会地震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顾廷浩不是喜欢挖坑吗？这次我让他自己跳进去。喂，李记者吗？我这边有个大新闻，顾氏集团总裁顾廷浩涉嫌伪造技术专利，骗取巨额融资。你连记者都安排好了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徐总，准备看戏吧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天穹智能项目正式启动，首批融资50亿，已经全部到位。顾总，请问您对网络上关于天穹技术专利造假的传闻有什么回应？纯属造谣，我的技术专利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。顾廷浩，这报告是怎么回事？顾总，请解释一下，您的50亿融资是不是一场骗局？狼狈为奸，骗不关我的事儿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是被骗的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可是投了全部家的。顾廷浩，你还我的5000万！我要报警，这是诈骗！第2回合，你彻底完了，顾廷浩。是你搞的鬼！顾总，我可什么都没做，是你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。叶江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等着！顾廷浩，你还是先想想怎么跟警察解释。接下来，你还有什么计划？徐总，这才刚刚开始。顾廷浩倒了，他的商业帝国该由我们来接手。顾廷浩虽然倒了，但他的商业版图还在。他名下有10几家公司，涉及房地产、科技、金融、娱乐。你想吞下顾廷浩的全部产业，这可不是小工程。不急，一口一口吃。我们先从他最值钱的核心资产下手，盛华科技。盛华科技，那可是顾氏集团最值钱的公司，市值至少200亿。我知道，但盛华科技的董事会现在群龙无首，只要我们操作得当，就可以低价收购。你又有什么内幕消息？徐总，你只需要相信，3天之内，我让你成为盛华科技的大股东。徐总，叶先生，你们来干什么？这是盛华科技的内部会议。各位董事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许氏集团总裁许一婉，而这份文件是盛华科技31%的股权转让书。不可能，顾总怎么可能把股权转让给你们？顾总当然不会主动转让，但他在被捕之前已经把这部分股权抵押给了银行，而我刚刚从银行手里把这笔股权买了进来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盛华科技的第1大股东，各位以后请多指教。叶江，你只用了3天就让我拿下了盛华科技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说了，我有我的办法。叶江，你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吗？糟了，老板这是又爱上我了。徐总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儿。不管怎么样，你立了大功，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加薪、加升职、升。
那能再加个年终奖吗？叶江，你是我见过最贪心的秘书。不贪心怎么行？我还等着攒够钱，在剧情结束前买套房呢。叶江那个混蛋，他居然把盛华科技抢走了！魏柔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许氏回不去了，顾廷浩也倒了，咱们的股份全没了。他以为这样就能打倒我？我许魏柔可不是那么容易认输的人。喂，是王总吗？我听说您对盛华科技也感兴趣，我们合作一起把许一婉拉下来，怎么样？许魏柔联合了顾廷浩的旧部，准备收购盛华科技剩下的股份。他倒是贼心不死。盛华科技的股份我们只拿到了31%，如果许魏柔把剩下的股份都收走，我们的大股东地位就不稳了。放心吧，徐总，我早就料到他会来这一手。这是盛华科技剩下69%股份的持有人名单，其中有几个我已经提前联系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在你签股权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布局了。各位叔叔伯伯，只要你们把股份卖给我，我保证盛华科技的未来一定比现在更好。徐小姐，你的条件确实很诱人，不过我们已经答应了别人。答应了谁？叶江先生，他出的价格比您高出1倍。叶江，他又抢先一步，他把剩下9个股东全都买通了。要不咱们收手吧，斗不过他的。收手？我许魏柔这辈子就没输过。叶江，你给我等着！许魏柔联合了顾廷浩的旧部，准备收购盛华科技剩下的股份。他倒是贼心不死。盛华科技的股份我们只拿到了31%，如果许魏柔把剩下的股份都收走，我们的大股东地位就不稳了。放心吧，徐总，我早就料到他会来这一手。这是盛华科技剩下69%股份的持有人名单，其中有几个我已经提前联系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在你签股权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布局了。各位叔叔伯伯，只要你们把股份卖给我，我保证盛华科技的未来一定比现在更好。徐小姐，你的条件确实很诱人，不过我们已经答应了别人。答应了谁？叶江先生，他出的价格比您高出1倍。叶江，他又抢先一步，他把剩下9个股东全都买通了。要不咱们收手吧，斗不过他的。收手？我许魏柔这辈子就没输过。叶江，你给我等着！许魏柔这次怕是彻底完了。他活该，谁让他贪心不足，非要去碰顾廷浩的赃物。叶江，你早就知道许魏柔会去收购顾廷浩的资产，所以才设了这个局。我只是猜到，以他的性格，不会善罢甘休。叶江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觉得你不像是一个秘书，更像是一个掌控全局的棋手。糟了，又差点暴露了。徐总，您过奖了，我只是运气好，蒙对了几次。不，你不是运气好，你每一步都算得准准的。叶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没告诉我？不管你有什么秘密，我都不会追问，因为我知道你是在帮我。魏柔，咱们真的完了吗？爸，咱们还有机会吗？没了，全没了，公司没了，股份没了，钱也没了，我连你妈留给你的嫁妆都赔进去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我们的笑话吗？许魏柔，我不是来嘲笑你的，我是来给你一个机会。许魏柔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你恨我，恨许一婉，恨全世界。你倒是挺了解我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，你从一开始就选错了对手。你真正该恨的，不是许一婉，也不是我，而是顾廷浩。是他利用了你们父女，把你们当枪使，最后也是他把你们害成这样。我给你们一条路，去自首，把顾廷浩的犯罪证据交给警方，我可以帮你们争取宽大处理。你让我去举报顾廷浩，他可是我喜欢过的人。喜欢
欢过，他把你爸害得倾家荡产，把你逼到这种地步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叶先生，如果我们去自首，你能保证魏柔不坐牢吗？我不能保证，但我知道，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。进去吧，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。叶先生，谢谢你。许建国父女自首，顾廷浩的罪证又多了一条，这下他彻底翻不了身。顾总，您对判决结果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您后悔吗？叶江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顾廷浩，你输不是输给我，是输给你自己的贪婪。叶江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早就……徐总，别这么说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。以后别叫我徐总了，叫我一婉吧。完蛋，老板这是要跟我谈恋爱的节奏啊！怎么了？顾廷浩虽然进去了，但他在外面还有一批死忠。他手下的财务总监王德发失踪了。王德发，就是帮顾廷浩做假账的那个人。对，他手里有许建国当年跟顾廷浩勾结的全部证据，还有许氏集团的一些往来账目。他想干什么？顾廷浩的人放话，要拿这些证据跟许氏做交易，要么我们出2亿封口费，要么他们把这些材料交给金针，说许氏跟顾廷浩的诈骗案有关。这是敲诈！徐总、叶副总，如果王德发手里的材料真的被交出去，经侦至少会立案调查3个月，这期间许氏所有的项目都会被冻结。徐总，刚从银行那边得到消息，有几笔贷款审批突然被卡住了，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。顾廷浩的残余势力想趁我们还没站稳脚跟，最后一步。你有办法？顾廷浩能输1次，他的狗腿子就能输第2次。王德发不是要2亿吗？给他钱，但给他一个他永远拿不到的账户。王德发最怕什么？不是我们，是顾廷浩的仇家。顾廷浩骗了那么多投资人，现在他进去了，这些投资人找不到人出气，自然会找王德发。你是想……我们假装愿意出钱约他见面，同时把消息放给几个被顾廷浩坑惨的投资人。风险太大，万一王德发狗急跳墙，把材料直接发出去呢？所以我们要演一出戏，让他以为我们是真的怕。叶副总，胆子不小啊，一个人来。 2亿，1分不少。材料呢？全部在这里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我得验验货。你什么意思？王德发，你果然留了一手。这些文件里关键的转账记录全部被删了。你他妈炸我！我录像了。你刚才亲口说全部在这里，现在又说关键记录被删了。你说，警方会信谁？ 你报警了？我不仅报警了，我还通知了被你坑了的那几个投资人，他们现在就在外面，等着跟你算账。这次王德发事件，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：许氏集团内部还有顾廷浩的余党。财务部的刘经理3个月前跟王德发私下见过面，采购部的张副总在顾廷浩被捕前1天。 往境外账户转了500万。徐总，我冤枉，我是被王德发威胁的。冤枉？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银行的账户3个月里多了300万？徐总，我建议所有跟顾廷浩有牵连的人一律开除，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。就这么办。从今天起，许氏集团不允许有任何内鬼。今天这一刀砍得漂亮。 但这也是打草惊蛇，
顾廷浩的残余势力现在肯定恨死我们了。怕了？怕？我叶江的字典里没有怕字。你就吹吧。一婉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徐总、叶副总，天眼系统的第2代升级版已经完成了80%，但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的服务器最近频繁遭到外部攻击，能查到来源吗？查到了一些 IP， 大部分来自境外，而且攻击手法很专业，不像是普通黑客。有人想趁我们参加全球人工智能峰会之前，偷我们的技术。看来盯上我们的人不止顾廷浩一个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溯源。这些攻击的 IP 虽然来自不同国家，但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资金源头。找到了，韩宇资本。韩宇资本，那不是全球最大的投资机构之一吗？只是表面，实际上他们是全球最大的信息监证，专门通过投资窃取目标公司的核心技术。那这次峰会我们是去还是不去？去，当然去。不仅要去的，还要让他们知道许氏集团不是好惹的。徐老，这是最近叶江和许一婉的所有行动报告。叶江这小子果然没让我失望，王德发的事儿处理得干净利落。是的，而且他还查到了环宇资本在背后搞鬼。环宇资本老朋友了，当年他们就想吞掉我的公司，被我反手打趴下。那现在要不要提醒叶江一声，让他自己去碰？只有在实战中成长，才能真正独当一面。我们只需要在关键时刻推他一把。叶先生，许小姐，有人让我转交一份礼物。小心这个人，他比顾廷浩危险10倍。这是谁送来的？不知道，但这个人在帮我们。徐总、叶副总，不好了！天眼系统的核心代码被人动了手脚。什么情况？我们检查到，有人在上周偷偷修改了部分代码，植入了一个后门程序。一旦在峰会上展示，对方就可以远程控制我们的演示系统，让我们当场出丑。内鬼，又是内鬼！查出来是谁做的了吗？对方很专业，用的是境外 IP， 而且修改时间都在深夜，监控被刻意遮挡了。你还能笑出来？一婉，这不是坏事。对方既然想让我们在峰会上出丑，那我就将计就计。对方植入的后门，我们不要删，相反，我们要利用它，给对方演一出戏。叶副总的意思是，我们准备一套假的演示数据，让植后门的人以为自己成功了。对，等他们在峰会上觉得已经得手的时候，我们再亮出真正的天眼系统。哇，真的！环宇资本，陈远，你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反正我叶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。叶先生、许小姐，久仰大名。陈总，幸会。听说许氏集团这次带来的天眼系统非常震撼，我期待你们的演示。陈总放心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这个陈远不简单。当然不简单，他刚才握手的时候故意用了力，想试探我的反应。你连这个都注意到了？这叫知己知彼。他以为他藏在暗处，其实我已经把他的底牌摸得差不多了。叶副总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假数据已经植入，后门程序还在运行。对方如果远程操作，会看到我们准备好的天眼系统。好，等他们以为得手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反击的时候。后门已被激活，对方正在远程观看，预计今晚动手。陈远，你终于上钩了。笑吧，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。叶江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什么事？你喜欢我吗？来了，老板真的告白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在线等急。徐总，一婉，你不用急着回答我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从你第一次在竞标会上帮我，我就觉得你不只是一个秘书。反正剧情已经改得面目全非了，我也不用担心被炮灰了。而且许一婉这么漂亮，这么有钱，我好像也不亏。一婉，我也喜欢你。娘嘞！我居然泡到了女总裁，这剧本也太爽了吧！叶先生、徐总，你们两个这是在一起了？林总，让您见笑了。哪里，叶先生年轻有为，徐总貌美能干，你们两个在一起是天作之合。林总，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我这次来是有一件大事想跟你们商量。
下个月全球人工智能峰会将在上海举办，我代表组委会正式邀请你们2位作为特邀嘉宾出席。徐总、叶副总，全球人工智能峰会那可是世界级的盛会，我们许氏集团能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是天大的好事。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峰会上会有来自全球的顶尖科技公司，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拿出最好的项目，向全世界展示许氏的实力。小说里，许一婉在峰会上被顾廷浩设计，身败名裂，但现在顾廷浩已经倒了，这次峰会就是我们登顶的舞台。徐总，我建议我们把雨欣项目的升级版天眼系统作为本次峰会的展示项目。天眼系统那可是我们公司的最高机密，现在公开会不会太冒险了？风险越大，收益越大。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，许氏集团不只是做房地产的，更是做人工智能的。好，就按叶副总说的办。许小姐，你已经欠了50万了，还想继续吗？继续，我就不信我翻不了本。许小姐，你还不起钱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许氏集团的千金。哼，许氏集团早就是过去式了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欠债不还的烂赌鬼。徐总、叶副总，全球人工智能峰会那可是世界级的盛会，我们许氏集团能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是天大的好事。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峰会上会有来自全球的顶尖科技公司，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拿出最好的项目，向全世界展示许氏的实力。小说里，许一婉在峰会上被顾廷浩设计，身败名裂，但现在顾廷浩已经倒了，这次峰会就是我们登顶的舞台。徐总，我建议我们把雨欣项目的升级版天眼系统作为本次峰会的展示项目。天眼系统那可是我们公司的最高机密，现在公开会不会太冒险了？风险越大，收益越大。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，许氏集团不只是做房地产的，更是做人工智能的。好，就按叶副总说的办。许小姐，你已经欠了50万了，还想继续吗？继续，我就不信我翻不了本。许小姐，你还不起钱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许氏集团的千金。哼，许氏集团早就是过去式了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欠债不还的烂赌鬼。爷爷，您不是早就……我没死。当年许建国为了夺权，设计了一场车祸，害死了你父母。我侥幸活了下来，但一直隐姓埋名，暗中调查。爷爷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怕你冲动，去找许建国拼命。我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，等你足够强大，能保护自己。小伙子，谢谢你，是你改变了一晚的命运。雪爷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只是……你不用谦虚，我调查过你，你从一个普通秘书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帮一晚扳倒了许建国和顾廷浩，这些我都知道。这是我这些年打下的商业帝国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们。爷爷，您不是早就……我没死。当年许建国为了夺权，设计了一场车祸，害死了你父母。我侥幸活了下来，但一直隐姓埋名，暗中调查。爷爷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怕你冲动，去找许建国拼命。我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，等你足够强大，能保护自己。小伙子，谢谢你，是你改变了一晚的命运。雪爷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只是……你不用谦虚，我调查过你，你从一个普通秘书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帮一晚扳倒了许建国和顾廷浩，这些我都知道。这是我这些年打下的商业帝国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们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许氏集团将由我的孙女许一婉和她的未婚夫叶江共同执掌。徐总、叶总，请问你们对未来有什么规划？我们的目标是让许氏集团成为全球顶尖的科技公司，让全世界都知道华夏的科技不比任何人差。叶江，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一个穿书的炮灰，居然能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你真的是穿书的。我原本的世界和这里差不多，但那个世界没有你。那你以后还会回去吗？不回去了，这里有你，有我的事业，有我的未来。叶先生，
听说您从一个普通秘书一路逆袭成为许氏集团的副总裁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的，但我能走到今天，离不开我的未婚妻许一婉小姐的支持。叶先生、许小姐，你们好，我是环宇资本的 CEO， 我叫陈远。叶先生、许小姐，我这次来是想跟你们谈一笔大生意。陈总，请说。我听说许氏集团最近在研发天眼系统的第2代升级版，我代表环宇资本，愿意出资200亿买下这个项目50%的股权。200亿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小说里，环宇资本是一个神秘的资本集团，表面上是正经生意人，实际上他们是全球最大的信息黑客。他们想要天眼系统的股权，肯定不是为了合作，而是为了窃取技术。陈总，这个项目我们暂时不打算出售股权。叶江，你为什么拒绝陈远？200亿足够我们许氏集团再扩张好几倍了。一婉，你不了解韩宇资本，他们表面上是正经的投资公司，实际上他们是全球最大的商业间谍公司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他们收购天眼系统的股权不是为了合作，而是为了窃取核心技术。一旦让他们得手，我们许氏集团就会被他们掏空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陈远被拒绝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不用担心，我早就料到他会来这一手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让他自投罗网。快点，把天眼系统的源代码全部拷贝下来。陈总，大半夜的，你来我们公司是想偷什么东西吗？叶江，你设局害我！陈总，不是我设局害你，是你自己往坑里跳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我？你太小看黄玉资本了！我知道黄玉资本背后还有更大的靠山，但没关系，我已经把你们偷窃技术的证据全都发给了国际刑警。你疯了！疯的不是我，是你们。你们以为可以随意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？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你连国际刑警都联系上了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早就知道环宇资本背后跟国际犯罪集团有联系，所以提前跟国际刑警打好了招呼。叶江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一婉，从今以后，没有人能再伤害你了。叶江，你说这一切是不是我做的一个梦？如果是梦，那我们就在梦里白头偕老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哪个世界的人？我来自一个没有你的世界，但现在我属于你。许一婉，叶江，我们是来道歉的。一婉，叔叔对不起你，当年是我害死了你爸妈，还想抢走你的公司，我罪该万死。叔叔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你们已经付出了代价，以后好好生活。许一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原谅我们。原剧情里，许一婉被许建国和许魏柔逼死，结局悲惨，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，因为我的出现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。叶江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一婉，我也谢谢你，让我的人生有了意义。